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3日啊，今天是星期六。我看了一下啊，差不多有9天没有更新视频了啊。当然，这个对我来讲不是最长的记录。这2天呢，因为嗓子不太舒服啊，就感冒了，所以呢就没怎么更新啊。虽然不是很严重的感冒，但是呢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啊，就没怎么好。所以呢，我就没有更新啊。昨天呢，这个美股盘前啊，我看到富途和那个老虎2家证券公司呢，盘前一个下跌了30%多，一个下跌了40%。然后我一看新闻啊，肯定出什么事儿了。那一看呢，果然就是中国啊，就针对这2家证券公司呢，其实还有一家啊，叫什么呀？那家就我不知道啊，忘了，因为那家我平时没怎么关注啊，它不是上市公司。反正就大概吧，我看了一下，就意思就是居住在中国内地的人，那么在炒美股啊，这件事情可能未来就要结束了啊。那么可能一下子就是不会立刻啊，就是要你怎么样，但是2年吧，好像是2年的时间啊，就你要卖掉手中的股票，只许卖出，不许买进，对吧？并且呢，就如果是居住在中国内地呢，那么你就不能够啊去炒这个美股啊。那这个事情呢，导致了啊这2家公司呢就暴跌。那么我今天其实就想聊聊这个事情啊，从几个角度吧啊，一个就是聊聊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对吧？就是我们要有一些投资的意识啊，因为投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有风险意识，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聊一聊这2个股票啊，还未来有没有机会，能不能去买它啊？聊聊我的一些看法。首先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的啊，包括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比如说，我们在中国住着啊，然后生活成本很低啊，还能炒美股、炒币，对吧？那么有的呢，还想尽办法，就是最好能够不交税啊。那过去呢，其实真的就很多人炒美股，他真的是不交税的啊。那这2年后来中国开始也要向大家收税，对吧？所以呢，就是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太聪明了啊，想要鱼与熊掌兼得啊。那这个世界上这种事情很难，是吧？那作为这个投资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必须要有风险意识。那开这种股票账户也是的啊，就账户是你的一个根本嘛，对吧？就你去投资啊，你这个账户如果开了就是失败的，那么你接下来这个投资你就肯定顺利不起来啊。就像我之前说啊，以前我那时候我还年轻，我住在那个中国内地的时候，当时有很多那种挂着就是期货公司的啊这种牌子，然后让你去炒那个黄金啊。我很不幸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这个金融这个东西不是很懂，我就被骗了啊。也就是说，我注册了一家这个公司这个账号，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说就是骗子啊，他是在香港注册的，然后呢，在中国实行业务啊，其实他也是不受监管的。那很不幸啊，就是尽管我赚了一些钱，但是最后钱和本金都没有，对吧？因为他本来就是骗子嘛。那你要去就是法律上的啊，就是你要去起诉啊什么的，那这个周期或者什么，可能就骗子一开始他就做好这种准备啊，就你没有什么办法。所以呢，这件事情啊，就导致呢，就我的那个家人啊，就一直笑我啊，就说你看啊，你说你投资，你这个投资这个黄金啊，你就是失败的啊。其实
这个事情我也不辩解，对吗？因为你连账户都没开好，你说你账户里面赚了什么什么钱，这个没有意义，对吧？就是归零啊。所以呢，后面呢我就很注重这方面的问题啊，直到这个像美股这件事情，从我了解以后呢，像富途啊、老虎啊什么，反正我在中国生活的居住的时候呢，我是从来不去投资这个东西的啊，因为我就知道，就是你如果要投资金融类的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的。我觉得不光是金融的东西，就你别的东西也是。就你投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符合监管啊。那么，所以我就不投资什么开这些什么富途啊、老虎啊这一类账户啊，因为当时呢，我看他们的这种模式啊，我就觉得，对吧？有一点这种打擦边球的这种感觉啊，因为明的，就是法案上就写着啊，就你是不能够去在中国境内招揽客户的啊，但事实上呢，就是客户啊就去注册了，并且也去投资了，对吧？那万一产生什么问题，最终怎么办呢？最终可能就是，其实这个客户可能本身就会不占一个好的这个优势，对吧？那后来呢，就是我移民了嘛，我到海外，到欧洲了。那么我开的账户呢，基本也是要符合欧洲的本地的监管啊，并且呢，就是它是合规的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当然了，问题也来了，对吧？就我之前也录了一些视频啊，我说这个欧洲啊，这个税太高了啊。就如果你炒股你获利，那么你赚的钱啊多一点的话啊，那差不多你要交30%-40%的税，对吧？那如果赚100万美元啊，那你要交30%到40%的税啊。那亏了你就是自己的，那这个就会让你觉得啊，税实在太高了，对吧？所以呢，我之前也说过啊，要考虑啊，要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资本利得税啊免税的地方。那么你像什么香港啊、新加坡啊，包括欧洲的这个什么塞浦路斯啊、马耳他啊这些，是吧？啊，这些地方就是它就成为了很多搞这种金融投资的人呢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对吧？啊，因为它可以免税啊。当然了，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啊。所以呢，很多人问我啊，就是哪些股票软件好啊什么的，从操作习惯什么，当然富途、老虎这些，对吧，是比较好的啊，因为更符合我们的这个原先啊在中国生活的人这些人的习惯。但是呢，我还是就是去开啊，就美国本地的账户啊。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不想有这种风险上的问题啊，就是账户风险上的问题，对吧？因为这个到时候就很烦啊。所以呢，整个流程呢就最好是合规的。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人啊，他也是在我们欧洲这边的啊，他当时是什么原因？他咨询我，他问我，反正就是好像是他账户赚了钱吧，股票账户，然后他是不想交税还是怎么样的啊？他问我一些问题，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就不要去动这种小聪明啊，就是你要不就别去做这件事啊，你要做这件事你就踏实一点，对吧？你该交的税你就交啊。你觉得这个税真的很高，比如说你投资理财你赚了很多钱，那么未来你就换个地方啊，你就换一个免税的地方，你就规则，对吧？你就按照就你到哪里你就按照哪里的规矩去办事啊，就你千万不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啊，那这样其实有可能你赚了很多钱，但最终啊，就这个东西会归零啊，就你的风险就一下子就很高，对吧？所以呢，这个是我觉得这个账户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啊，还有很多人，如果你是新手啊，你或者说啊，你也是原来炒美股的，但你并不清楚状况，
那我真的就劝你啊，要不就是你就像我一样啊，你就移民啊，你就到别的国家生活居住，对吧？成为那个国家的税务居民。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啊，就你真的是生活在那个地方的，那么这个就没问题啊。有的人他去搞一个就是税务居民，但他事实上他人还是在中国，对吧？这个没用的，最终你还是会变成这样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风险呢，最终未来会让你很烦啊。当然了，不一定会有财产上的这种损失，对吧？就像他现在这个文件，他也说了啊，2年里面你可以卖掉啊，你不允许再买，那这个钱还是你的，还是可以转给你，对吧？但是呢，就是对你未来来讲，你就很烦嘛，你就总是要为这个事情去担心，对吧？啊，所以这个是账户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你就真的啊，你要认真的去做这个投资理财的话，那么一开始这种风险上的事情啊，你就要去控制啊。第二个呢，就是这2个公司啊，还能不能去投资，对吧？这个呢，我觉得就是最近这短期的时间，肯定这些公司呢都会面临着打压啊。这个呢是资本啊配合着这种现有的消息啊，现有的这个形势，它是一个大量的下跌。因为我知道啊，就是有不少人其实是买了富途和老虎的股票的啊。这个也很简单嘛，因为大家在这个开户，对吧，就会去买这个公司的股票，这个也很正常，并且呢，确实这些公司呢，它有一定的价值啊。但是呢，短期啊，我觉得这些股票呢，就还是会继续跌，或者就是在这个低位了啊。长期来讲呢，我认为呢，可能要几年啊，最少我认为要3年啊，那这样的一个循环啊，因为你说这个事情完全就能够堵住嘛啊？其实我好像从我就是有这个投资理财的意识，对吧？就比如说我之前去投资一个什么黄金的这种期货的啊，被骗了，这个时候其实就有这种打击啊，或者说不允许大家去投资啊，这种事情啊，但我依然还是被骗了，对吧？就是说那个时候监管什么的啊，它是有，但事实上你要完全做到根除，其实就像电信诈骗一样啊，就是说虽然一直是在打压，一直是啊这样那样，但事实上你要根除这些事情就很难啊，尤其是金融领域的，因为金融领域的呢，它往往会在技术上，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操作上面啊，它会更隐蔽、更先进，对吧？它不是就是普通的那种啊，你说你在马路上摆个摊啊，你非法经营什么，他一下子就来找你了啊，你就做不了这个生意了。你金融这个东西啊，越来越通过互联网啊，或者说什么加密的那种什么聊天呐，对吧？就各式各样的。就你很难去完全的规避啊。第二个呢，就是钱的问题啊。虽然其实中国的外汇的监管制度吧也是很严的啊，然后呢，我认为99%啊，其实还是做得不错的，就是大家很难对吧钻空子。但是呢，像这种数字货币啊或者什么样啊，虽然数字货币也是中国就是监管。但事实上啊，还是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漏网之鱼，对吧？啊，就大家还是会钻一些空子啊，这个是现实。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做不到100%的这种完全的去解决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呢，也会啊，我觉得导致它这种政策也好，什么也好，我认为它是一阵一阵的啊。就现在可能它会比较严，那过段时间，过个几年，可能啊是国际政治的环境啊，或者什么环境啊改变了啊，这个事情又变得可能就没有那么严，对吧？那所以这些公司呢，本身呢，
它的账户、它的平台啊，它没有什么问题的，不是说这个公司本身它这个软件，对吧？它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他们这些公司做的不好，像富途啊，还是做的很成功的啊，应该来说是就华人啊用这个软件的方面呢，应该是No.1，对吧？这个大家没有争议啊。那么未来其实也是的啊，我觉得公司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股价呢，它比如说现在当然还没有到底了，对吧？还会再继续跌一阵子。当它跌到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它未来还会回到一个比较好的估值啊。因为最终呢，就是有价值的客户，或者说未来开发的新的客户啊，就这个生意是源源不断可以做下去的，对吧？因为股票这个事情啊，就投资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其实投资市场一直是，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亏损啊，小部分的人是赚钱。那如果说这个业务啊，就亏损的人他不做了，不玩了，游戏玩不下去了，那就怎么会不断的有新的人进来，对吧？啊，所以就是只要这个平台没问题，那么这个公司未来呢，还是会涨回来的啊，甚至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呢，它会创新高，对吧？那如果在我看来呢，我觉得就是富途可能啊就风险还稍微低一点啊，虽然很多人说啊它什么背后的主体是腾讯啊什么啊，但这个我觉得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的用户粘性很高啊，就它的未来啊，就几年以后再看的话，我觉得它还是会比较好的。但是像老虎呢啊，我觉得它就会有点难啊，因为可能它本来它的业务呢也并没有就是做的特别的大啊，虽然它是盈利的啊，但是呢似乎它就它的这个市场的蛋糕啊，它分的就没那么大啊。那如果又面对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啊，就是它如果在竞争当中啊不能取得优势的话，那么它的这个未来啊，当然肯定比现在的股价，对吧？现在它昨天一跌到只有3美元多啊，但是它未来的这种增长的高度啊，可能就没有像富途那么高了，是吧？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啊，今天随便和大家闲聊几句啊，聊聊我的一些观点。